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鹏。我的频道是讲关于中文和中国的生活。如果你感兴趣，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关注我，听真实的中文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关于说快一点，是不是会让你听起来更像一个中文母语者？其实我在这里说的说快一点，并不是让你像连珠炮一样，就是说的非常快那种，不是的。我说的说快一点，其实是说以正常的语速，以一个中文母语者的正常语速来说话。如果你想要听起来更像一个母语者说话，那今天的视频应该会对你有帮助。觉得有帮助的话，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。好了，我们说的说快一点，并不是想要你说的越快越好，因为我们说话主要是为了交流和表达，对吧？说得太快的话，其实并不利于对方接收。有些人说话会非常非常快，我就遇到过这种说话特别快的人，他就是养成习惯了，不管说什么事情都说得非常快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那种。但其实我们会发现，这样的说话方式很难让别人抓到重点，而且会带给别人一种压迫感。大家可以观察演讲的人或者讲脱口秀的人，他们的语速其实未必就很快。当然我知道对于非母语者来说还是很快，但是相对于母语者来说，他们并没有刻意的加快语速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知道在哪里该用正常的语速，哪里该慢下来。他们知道如何掌握说话的节奏，然后突出自己要讲的重点，把观众带入到自己的节奏里，这才是正确的语速。我也经常看到有评论说希望我能降慢语速，但是其实我的语速算是正常的语速。我之前的视频还要快一点，现在已经降了一些了，但是我又不能降太多，因为我尽量保证自己的语速是一个正常的语速，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听到的语速。大家知道，有些人说话快，有些人说话慢，我尽量让自己在视频里面属于中等，然后稍微偏慢一点点，但是仍然属于正常的范围。因为我在每个视频的开头其实也都说了，我的频道是想讲真实的中文，那真实的中文肯定不是特别快或者特别慢的，对吧？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接触真实的语言环境。如果你一直听很慢的语速，那你就很难听懂真实的语速。别人说的稍微正常一点，你就会觉得听不太懂。这并不是我们学习语言的初衷。我们学习语言的初衷就是为了正常交流，对吧？有人可能要说，那我们学习总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你一开始就让我们来学那么快的，我们怎么听得懂？话是这样说没错，学习的确要循序渐进，所以我在教一些词或者句子的时候，我一般都教的比较慢，这个时候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更清楚。但是学会之后，大家最好就是跟着多读几遍，然后一开始读的时候可以很慢，但是要越读越快，越读越快，最后能够快到跟正常语速一样，这才是掌握了这个句子。然后你就可以练习相似的句子，同样也要练到能够轻松的用正常的语速说出来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接触真实的语速，习惯真实的语速，这样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可以习惯别人的说话节奏，然后对你的听力也有好处。然后你最好说话的时候也尽量能用真实的语速来说话，这样听起来就会更像一个母语者。还有朋友问我平时的生活中是否会说得快一点，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回答。第一，说话的速度。如果是说同一句话，我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说的比现在稍微快一点，比如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我的语速可能会比现在要稍微快一些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在录视频的时候其实是经过准备的，所以我对我要说的内容其实很熟悉，我会像现在这样一直不停的说。但是在生活中，我往往没有提前准备，聊天都是随便聊，然后可能想到一句就说一句，可能听别人聊一会儿，然后自己再说几句，不会像在视频里这样一说就说几分钟。所以不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就一定会说得很快，比如有时候聊天可能会卡壳，这个时候可能会停一下，想一想再说。所以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也会说的比较慢，就是思路还不太清晰的时候，就会边想边说，就比较慢。另外我想说
说话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字都要以一个节奏，那样我说话的时候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正确的肯定是该快的时候快，该慢的时候慢。一般来说，讲到你要突出的东西，你就要放慢语速，并且重读。就比如刚才这句话，我用不同的重读和节奏读出来。说话的时候，不是所有的字都要一个节奏。说话的时候，不是所有的字都要一个节奏。说话的时候，不是所有的字都要一个节奏。我分别把重点放在了说话，不是所有，节奏这三个词上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。放在说话上，就是在强调是说话的时候，而不是唱歌的时候。放在不是所有上，就是在强调不是所有，而是一部分。放在节奏上，就是在强调要节奏相同，而不是语调相同。我相信在很多的语言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习惯，中文也是一样。当你想要对方注意什么的时候，你就要放慢并且重读。所以总结一下，第一，语速并不是越快越好，但也不能太慢，最好以母语者的正常语速为准。第二，语速并不是一直保持不变的，该快的时候要快，该慢的时候要慢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记得帮我点赞订阅。我是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